我们看这张图，1902年，考古学家在希腊发现了一个颠覆人类历史的古代青铜装置。测定了它的年代之后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被制造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刚处于秦始皇统一6国的时期，蛮荒时代，有谁能够制造出这样精密的机械装置呢？直到近代科学家们用一些现代的技术才看清了它的内部结构，它里面包含了37个不同大小的齿轮。每个齿轮的形状和指数都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制造的。复原它之后发现它里面还有3个面盘，有一个手动的摇盘。摇动之后，它不仅可以模拟日月的运动来预测日食，甚至还可以显示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的运动轨迹。它就像是一块现代的机械表一样。但是类似于这种齿轮驱动的机械天文钟，直到14世纪的时候才被发明制造出来。而且当时14世纪刚被发明制造出来的机械钟有小轿车那么大，而2200多年前的这个老古董甚至只有书包的大小，甚至比1600多年后的技术更加的紧密。我们带着这个疑问，时间回到1971年的长沙。1971年，马王堆的汉墓在长沙被找到，这个墓的主人是当年帮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道家宗师力苍。这也是一座道家的宝库，古墓中出土的帛书非常多，总共有12万字。经过几年的翻译之后编纂成7本书，其中有2本叫做《五星战》和《天文气象杂战》。在《五星战》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的运动规律，和今天的数据做对比580天只差0.43天。天文气象杂战中详细的记载了29颗彗星的名字和周期的样子。用现在的方法来统计观察这些彗星，至少有600年的时间，真不知道古人是如何做到的。而更可怕的是这些彗星的样子是用现代科学家用望远镜才观察到的，直到21世纪才拍到了彗星的图片，和古墓中出土帛书上的图片做对比竟然高度完全一致。这就说明早期的道家就足以拥有了观测天文彗星的技术和方法。和力苍一起下葬的还有他的妻子辛追夫人，在辛追棺木上有一个梯形的帛画，画的内容是天地人3界，这和玛雅巴加尔2世皇帝棺木上开火箭的内容十分的相似。看到这里，法国人的书中说，从天文记录上看，中国的历史绝不止5000年。除了这些还有更大的惊奇，那就是《五星战》和《天文气象杂战》，我们能读懂的内容非常的少，也就是运行的规律、周期的样子什么的。但这些还都只是皮毛。这2本书的重点其实是道家失传的占星术，而现实中的夜观天象预测未来的方法早就失传了，所以我们的古人是如何掌握这些知识的，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是道家的真相它远不止于此。辛追夫人的棺木刚被打开的时候，尸体历经2000多年不腐不烂，栩栩如生，就连头发都乌黑亮丽，皮肤都有弹性。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是氧化后的结果。还有出土的藕汤，刚发现时藕片还在汤中晃动，可不一会儿就氧化成了泥水。还有辛追夫人的2件素纱单衣，一件48克，一件49克，折叠起来可以放进火柴盒里。后来这2件衣服的仿制任务交给当时最先进的加工部门，用了几年的时间仿制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可重量却达到5倍之多。所以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科技知识就仿佛上了枷锁一般，就好像3体小说里面讲的3体人为了占领地球，提前发来了质子来锁定我们人类的科技。虽然引用了小说内容但是随着近代考古的发现，觉得这种事还真的发生过。但除了这些道家失传的技术之外，还有道家失传的思想，更加的颠覆3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还有一本是老子5000言，也就是《道德经》，竟然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道德经》的内容完全不同。帛书版《道德经》是德在前，道在后，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虽然仅仅是顺序的区别，但当中的意思已经是千差万别。我再举几个内容的例子，比如我们的书中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却写着曲则金，枉则定。原来老子的意思从来都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教我们坚定勇敢的面对。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我们都知道老庄杨烈的道家思想虽然都不是非常相似，但是都统一对儒家的仁义十分的反感，说仁义都是鬼话，把圣人的故意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而奇怪的是为什么《道德经》上又说与善人，言善信呢？这不就是和道家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读了2000多年，我们都没有整明白。结果帛书出土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说的于善信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本的仁义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再比如我们的书上写道可道，非常道，而马王堆的帛书上写着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原来老子的意愿根本就不是道不可道，道不可书的意思，而是说道可以形容，但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定的形容。还有一句熟知的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可是《道德经》万人追捧的洗脑神句。而帛书出土之后，我们才看到真相，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静。
原来老子的意思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弘扬无为不争根本就不是老子的本意，而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篡改的版本。而最可悲的是呢，篡改的版本我们竟然学了2000多年。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开始大力弘扬儒学，汉武帝时期呢开始独尊儒术，彻底淹没了墨家思想，篡改道家思想，让儒家成为盛世，打造一个成熟的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士农工商男尊女卑，官民分等，嫡庶分等，拉开贫富差距，让中下阶级的人永无翻身之地，还弘扬君子以固穷，贫穷要安贫乐道的儒家亮点。所以真正影响科技发展、思想进步的是历代统治者过度呼吁皇权、贵族利益，实行愚民育民的手段导致。三体终归是小说，人性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近现代的考古发现才让我们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近，再加上网络时代的加持，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文化原本是强悍的、不可磨灭的。所以这本帛书版《道德经》我就推荐给大家，不仅印刷很好，每一页还有和传世版做的对比，希望每个人都要收藏一本。